公元758年初，距离安禄山在河北发起叛乱已经3年。此时，安庆绪的燕政权似乎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先是大燕皇帝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刺杀身亡，安庆绪自立为燕皇，主帅一位，给这本就扑朔迷离的战局平添把火。不久后，燕军在关中以及北部2大战场军连战连败，关中战场接连丢失长安以及洛阳等地，北部战场亦被唐将李光弼打到了燕国后方范阳一带。之后，燕军2号领袖史思明宣布反正，杀掉了安庆绪派的监军安守忠等人。随着史思明的倒戈，燕军在河北各地除了安庆绪外，接连归附唐军，天下局势一片大好。所有人都认为历时2年多的叛乱即将结束。然而，事实真就如此吗？乾元元年，范阳节度使燕军的2把手史思明率部归顺唐朝廷。不过，时任司空的河东将领李光弼一直认为史思明归顺朝廷为诈降。史思明曾在乌承恩的父亲乌之义帐下效力，乌之义对史思明有恩。现在乌承恩受到史思明重用，李光弼便向朝廷上奏，请任命乌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并赐阿史那承庆铁券。李光弼又秘密派人与乌承恩联络，让他联合阿史那承庆，找机会杀了史思明。乌承恩同意了。不过刺杀还未开始，将领们向史思明告发乌承恩，并在乌承恩的家中搜出了与李光弼来往的书信以及朝廷赐予的铁券。史思明怒不可遏之下，将乌承恩绑杀。在愤怒的驱使下，史思明下定决心再次谋反。一时间，河北各郡再次狼烟四起，一场恶战也即将展开。唐至德2年757 9月，唐肃宗李亨前广平郡王李处统领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20万大军进攻长安。唐燕双方大战于长安城外香积寺，燕军大败，6万骑北精锐死伤殆尽。燕将安守忠等人在战败后放弃长安，率部东逃。自肃宗上位以来，唐燕战争历时2年，终于收复古都长安。自此，唐燕双方在关中地区攻守易位。唐军携攻克长安之余威，重整旗鼓，率部进军洛阳，并在1个月后的新店大破燕国皇帝安庆绪所率燕军10万之众。此战过后，燕军已无力在关中组织军队进行反击。为保存有生力量，安庆绪决定退出洛阳，放弃关中，逃往邺城。公元758年秋天，收复长安、洛阳2京的唐军主力结束了近1年的休整，开始进攻安庆绪的核心地盘河北诸郡。为进一步加强自身的军事实力，乾元元年758 7月，肃宗幼女宁国公主出嫁回纥可汗，再次换取了回纥3000骑兵的帮助。同时，唐朝廷下令各地节度使派遣本部将士赶赴河北，征伐安庆绪。9月，朝廷下令以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关内泽路节度使王思礼、淮西襄阳节度使卢炯、兴平节度使李焕、华蒲节度使许书记、平卢兵马使董勤、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正蔡节度使纪广琛等9节度使，不齐20万，讨伐盘踞在邺城的安庆绪。但在此战统帅的任命上，却让肃宗犯了难。肃宗认为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元勋，郭子仪是中书令，李光弼是门下侍中，都是宰相，南乡同属，所以没有设置元帅，只以宦官开府仪同三司于朝恩为官军容使，检察3军，是为名义上的统帅，节制9镇节度使。自此开辟了唐朝宦官为监军的先河，宦官为帅，自然使这群本就桀骜不驯的节度使更加的不服管理。20万大军内部也在战前就打好了各自为战的准备，但现在唐军的缺陷还并没有暴露出来，而对手安庆绪此时早已军心涣散。燕军名将蔡希德也被人陷害，被安庆绪所杀，其他将领都有怨言，不愿意为安庆绪卖命。唐军有20万人，所以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消灭安庆绪这些乌合之众简直易如反掌。最初，唐军各部进展十分顺利。10月，
郭子仪率先从杏园渡过黄河，向东进至霍家，击败燕军安太清所部，斩杀4000余人，俘虏叛军500余人。安太清退守魏州，20万唐军在郭子仪的带领下乘胜包围魏州。魏州是邺城西南的门户，一旦魏州失守，邺城就会首当其冲。安庆绪亲领7万人前来救援，这几乎是他能调动的所有军队。之前燕军的连战连败和处死蔡希德，导致安庆绪部人心涣散，原本就处于劣势的燕军完全不是唐军对手，遭到惨败。随后唐军又向安庆绪的首都邺城挺进，在唐军压迫下，势力日渐萎缩的安庆绪垂死挣扎。出邺城，在郊外的仇思岗和唐军再度激战，燕军又一次遭到歼灭性打击。不过唐军的一名节度使李嗣业受了重伤，不久死亡，可见此战的惨烈。2次大规模会战，燕军的伤亡加上蔡希德被杀等事件，导致士兵大量逃散，安庆绪至此丧失了大部分军队，前后燕军被杀3万多人，地盘基本丢光，只能带领残部死守在成为孤城的邺城。胜利的唐军则在邺城周边建立起重重工事，把安庆绪残部围困其中，形势危急。安庆绪只好派部将薛松到范阳向史思明求救，并许诺将皇帝之位让于史思明。史思明又是否会成为这场战争的变数呢？邺城危机的消息传到了范阳，唇亡齿寒，焉能未知？但现在时任范阳节度使的史思明本人亦不太好过。早先在西征太原的战斗中被唐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击败，自身损兵折将尚且不说，还被唐军堵在范阳家门口。唐燕战争早期的战果功亏一篑，但如果坐视安庆绪被灭，那么史思明自身就需要在河北单独面对唐朝大军，要么南下救援安庆绪，但这很可能需要克服唐军围城的重重攻势。经过一番思索，最终他选择带兵南下。史思明南下后，很快攻破了唐朝在河北新收复的重要据点魏州，基本全歼了驻扎在这里的9节度使之一崔光远部。不过郭子仪一个反手，又几乎全歼史思明的偏师李归仁部10000余人，双方第一回合算是打了个平手。李归仁部惨败后，史思明发现他要面对的唐军并不好对付，安庆绪部已被歼灭大半，现在围城的唐军在数量上获得了优势，且郭子仪发动民夫大兴土木，在邺城附近修筑重重工事。史思明如果主动南下，需要以劣势兵力克服这些工事。几年前的嘉山之战，史思明就惨败于郭子仪的攻势推进战术之下。不过此时唐军内部发生了一次较大的战术分歧，李光弼为代表的几个唐将提出，可以留一部分军队继续围困安庆绪，以主力到魏州附近盯住史思明亲率的5万精锐，需要的话就进行野战。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这个绝妙的策略被监军大太监于朝恩阻止了。但按照成书更早的安禄山事迹所载，汾阳以诸将遇袭思明谋议不同，汾阳与纪广琛同谋，引安阳河水进城，遂筑堰开渠而进城焉。汾阳便是郭子仪，也就是说坚决反对李光弼等几个将领战术的根本不是于朝恩，正是郭子仪。最后拥有仲裁权的太监于朝恩站在了郭子仪、纪广琛一方，选择继续围困邺城，并且引水灌城。邺城成为一片汪洋大海，城中之人被迫到高处躲避，而此时在城中的安庆绪还在等待史思明救援。唐军围攻数月之久，城中早已弹尽粮绝，甚至一只老鼠值400钱。城中很多人想投降唐军，无奈水太深出不去，城墙也快被泡坏，邺城真的陷入了绝境。而朝廷这边有数十万大军，面对这种有利形势，唐军从将领到士兵几乎人人都认为邺城很快就要拿下了，天有不测风云。这时一直躲在魏州按兵不动的史思明知道必须出战了，如果安庆绪真被消灭，那将对自己非常不利。虽然他早已经不把安庆绪当皇帝，他还是带领自己的5万精锐，以新夺取的魏州为基地，前往救援邺城。唐军10几万大军
加上修筑工事动员的大量民夫，后勤线压力巨大。另一方面，唐军各个节度使的部队间互相也难以辨认。史思明利用唐军这个弱点，在邺城附近派出许多支骑兵小分队，骚扰和威胁唐军的补给线，让唐军苦不堪言。但郭子仪不为所动，他深知等到打破邺城，全歼安庆绪部，史思明这些挠痒痒的把戏就完全丧失意义。此时在邺城围困中的安庆绪部已经到了人相食的地步，一斗米卖到7万多钱，一头老鼠数千钱。看到郭子仪不动如山，史思明知道再这么下去不行，等安庆绪完蛋，他就完全陷入被动。他直接带5万精锐全军直逼邺城附近。他的运气不差，路上居然遇到了正在守卫鄢城用漳水堤坝的纪广琛部。一番突袭之下，纪广琛部惨败。按照记载，史思明部杀我房堰关键，掘我堤堰，又破魏魏县，烧粮车50乘，驱却牛万头，关键走脱者1半。就这样，决战开始了。《资治通鉴》记载，思明乃引大军直抵城下，官军与之克日决战。3月壬申，官军不齐60万陈于安阳河北，思明自将精兵5万敌之，诸军望之，以为游军，未介意。我们已经分析了唐军半年前参战总兵力略低于20万人，之前和安庆绪的激战和围城战中有不小消耗，包括作战最英勇的节度使李嗣业都在这期间伤重不治。史思明南下后，又相继击破了崔光远、纪广琛2镇节度使所部，因此此时和史思明对峙的应当有10万上下的兵力，优势还是不小。但是唐军已经持续作战和围城半年之久，这一点远比不上休整了很久的史思明部，所以在整体实力上，唐军只能说是略占上风。唐军在邺城郊外列阵迎战史思明部，郭子仪在万金驿附近列阵，李光弼则在韩陵附近列阵，两地相隔不过数里，因此被称为万金驿战役。按照安禄山事迹记载，战前郭子仪和李光弼所谋不协，也就是在战场的具体布置上又产生了不小的矛盾，这对双方在战前的布置和战役中的协作有不小的影响。和李光弼一起布阵的主要有王思礼、卢炯、许书记3位节度使，郭子仪则统帅剩下的部队。不知这种布置是否与之前讨论围城还是主动迎击史思明时各节度使的立场有关。战役开始后，李光弼等4镇军队与史思明部率先展开激战，李光弼等人拼死奋战，和史思明的主力打得不分胜负，杀掠大当。一位节度使卢炯负伤，郭子仪部主力此时还在列阵，但是感觉时机已到的他立刻派仆固怀恩带领3000回合精锐骑兵向史思明军冲锋。在之前的多次会战中，回纥人总能在关键时刻证明他们的价值，因此一直被作为最重要的冲锋力量使用。久而久之，甚至让安史叛军都产生了畏惧心理。这次郭子仪仍然希望这支部队能打开局面，然而让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这支曾经在关键时刻打最艰难的仗，帮助唐军收复长安和洛阳的回纥精兵，在史思明调集精锐进行攻击时，竟然迅速被击溃，成为此战中唐军第1支被打崩的部队。回纥人在收复两京的战役中得到了大量的掳掠品和赏赐，对战斗意志有所影响，但真的让战斗力发生断崖式下降的是他们的内部形势。一直以来，回纥的统领是回纥可汗长子，被史书称为叶护太子，他为唐朝立下赫赫战功，并且和当时的唐朝太子，后来的唐代宗是结义兄弟。但是在唐朝收复两京后的双方休整期，他竟死于回纥内部的政治斗争。按照《新唐书》的记载，是叶护太子前得罪死，故次子仪的建立。叶护太子被杀，他的嫡系大概率被清洗打击。这支援助唐朝的回纥军队和叶护太子渊源尤深，此时无论是否遭到清洗，人心不定，战斗力大幅下降是必然，因此被史思明击溃。回纥人的崩溃固然对唐军不利，但唐军整体人数占优势，郭子仪所部主力尚未参战，
唐军并不至于整体性崩溃。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却让天平彻底倒向史思明一方。当时，唐军许多汉族将领对同阵营的异族将领极为猜忌。郭子仪所部的将领吴思礼曾公开扬言，番将怎么可能为国家尽节？说完就盯着会场的番将仆固怀恩。双方算是结了梁子。对番将的猜忌，在史思明复叛后颇为普遍，连郭子仪都不例外。这次吴思礼受郭子仪之命，在仆固怀恩军中监督仆固怀恩，在回纥人向后败退，军队陷入一片混乱时，仆固怀恩趁机报仇，将吴思礼临阵射杀，然后大叫吴思礼阵亡了。郭子仪自然知道吴思礼之死是怎么回事，他担心仆固怀恩已经叛变，做出了一个相当令人啧舌的决定，带着自己还没列阵完毕的朔方军主力立刻撤出战场。一代名将郭子仪为何如此失态？因为仆固怀恩的身份太敏感了。仆固怀恩是安史之乱中效忠唐朝的代表性番将，他的姓仆固来源于九姓铁勒中的仆固部，和同为九姓铁勒的回纥人不但同源，某种意义上是平等的关系。因此，回纥王族主动要求同他通婚，取代了叶护太子成为回纥储君。未来将统治回纥20多年的仪德建就是他的女婿。郭子仪有充分理由担心，万一之前回纥骑兵的战败是仆固怀恩和自己的女婿一起勾结史思明放水，等仆固怀恩和仪德建临阵倒戈，整个战场的唐军都可能被彻底歼灭。所以，郭子仪选择第一时间逃离战场，至少可以保存实力。看到回纥军大败，郭子仪不战而逃。战场上还在苦战的其他唐军依次崩溃，但李光弼和王思礼两支最先和史思明交战的唐军保持了建制，有条不紊的后退，史思明也一时奈何不了他们。就在这时，一场沙尘暴突然出现，导致唐军的崩溃变得更为严重，自相践踏，死伤枕藉。但叛军也被沙尘暴冲得七零八落，没能进行有效追击，开始反向奔逃。这场安史之乱中最大的恶战，就这样以奇怪的方式结束了。此次战役，唐军士兵伤亡并不大，但是在无序逃跑过程中，海量的军粮、兵器、战马基本损失殆尽。征发到邺城附近进行土木作业和后勤的民夫的损失也极为惊人。可以说，唐朝廷在此败之后，短期内丧失了再组织如此庞大攻势的能力。以郭子仪的朔方军为例，士兵不过4分损1，但是战马万匹，围存3000，甲仗10万，一气殆尽。李光弼、王思礼两部最先接战，最后撤退，因为维持了秩序，损失反而是最小的。战后，唐朝廷把对战败负主要责任的郭子仪召回京师，把此战中表现出色的李光弼提拔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当时元帅是给皇子挂名的，李光弼出任天下兵马副元帅，意味着对付史思明的重任落到了他的肩上。应该说，虽然郭子仪的带头撤退可以理解，但唐廷在战后的处置基本公平。对安庆绪和守城士兵来说，可怕的围城终于终结，他们的噩梦却才刚刚开始。按照记载，庆绪关键6000余人，大半恶不行力，并令安太清等养育之。数内3300人是随从庆绪者，一杀之，10后方移入城，自是陆山之种类坚矣。唐军败退后，城内还活着的安庆绪部6000人基本都饿得不成人样。史思明一口气杀掉了他认为的所有安庆绪嫡系3300人，占幸存者的1半以上。安禄山的直系后代全部被灭。至此，安史之乱进入了新的阶段。邺城一役后，唐军在中原地区原本大好的局势丢失殆尽，唐军退出河北，休养生息。燕皇史思明则重新整合了河北诸郡燕军，是要与唐军决一死战。大唐各地再次陷入了风雨飘渺、战乱不断之景象。那么唐燕双方又会在日后爆发怎样的战争？这场耗时多年、死伤无数的动乱又将以怎样的方式结束呢？